当我们今天把目光投向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投向那座在无数流行文化、电影和老唱片里被反复歌颂、被赋予了无数浪漫想象的远东第一大都市时，我们眼前的银幕上往往会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那是一座彻夜不眠的城市，外滩高耸的摩天大楼在霓虹灯下折射出冰冷而尊贵的光芒，沙逊大厦、汇丰银行的穹顶在夜色中如同一座座现代文明的纪念碑，而几个街区外的百乐门大厅里，留声机正播放着与纽约和伦敦同步的最新爵士乐曲，身着燕尾服的买办资产阶级、华商巨贾正与身着旗袍的名媛以及黄金荣、杜月笙等名震江湖的青帮大佬推杯换盏，在琥珀色的香槟和雪茄烟雾中谈论着几百万银元的股票、地产和跨国贸易。这幅画面是如此的流光溢彩，以至于在后世的叙事中，它几乎成了近代中国城市繁华与现代文明的代名词，被冠以东方巴黎、魔都等种种充满诱惑力的称号。然而，历史的真实面貌从来不是由单一的霓虹灯光构成的。如果我们愿意将视线从外滩那几栋代表着国际资本最高权力的建筑上移开，沿着蜿蜒的苏州河一路向北，跨过代表着华阳界限的铁桥，进入闸北或者杨树浦的工业区与棚户区，我们就会撞见另一个在主流浪漫叙事中被刻意遗忘、被严密遮蔽的冷酷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没有爵士乐，没有香槟，甚至没有可以自由呼吸的干净空气。在闸北那些由芦席、毛竹和废旧木板搭成的被称为滚地龙的连片棚户区里，居住着数以10万计的底层劳工。根据民国13年，也就是1924年上海市社会局以及公共租界工部局的卫生调查报告，这些棚户区里没有任何现代城市所必备的排污系统和自来水管，霍乱、天花、伤寒等烈性传染病常年在这里肆虐，一到夏季，恶臭与蚊蝇便铺天盖地。而在这些棚户区深处，隐藏着一种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极度繁荣的纺织工业中被广泛使用的制度，那就是包身工制度。在历史的真实记录中，一个只有14岁甚至更年轻的包身工女孩，其命运的轨迹是极其冰冷而数字化的。她们往往来自因为连年军阀混战、江淮水灾而彻底破产的苏北农村，代工老板只需给他们绝望的父母几块银元，签下一纸为期3年或5年的契约，这些女孩的身体所有权、劳动权乃至生存权就完全转让给了这些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者。他们每天凌晨5点就会在看清流氓的皮鞭抽打和冰冷井水的泼洒下被强行唤醒。在简单吞咽了几口由美米和烂菜叶煮成的稀粥后，他们被成群结队地赶进英资或者日资的棉纺织厂。在那些为了保持棉纱韧度而常年紧闭窗户，温度高达35度以上，空气中飞扬着肉眼可见的棉絮与粉尘的毒物车间里，这些14岁的女孩必须连续站立工作15甚至16个小时。她们的双手因为长期在热水中捞取蚕茧或在飞速旋转的沙定间接头而变得皮开肉绽，严重畸形。更为残酷的是，当时的机器没有任何现代意义上的安全防护装置。根据公共租界工部局卫生部留下的年度工伤登记档案，在1926年前后的上海纺织厂内，由于极度疲劳和机械简陋导致的断肢、断指事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当一个14岁的包身工女孩在长达10几个小时的超负荷劳动后神志恍惚，其手指被飞速旋转的钢铁飞轮瞬间绞断，失去劳动能力的那一刻，这套冰冷的资本与黑金机器是绝对不会为他启动任何现代医疗或工伤赔偿程序的。因为在当时的租界法律和工厂管理体制下，他不是一个拥有基本人权的自然人，而是一件已经被榨干了剩余价值的报废的资产。代工老板和工厂的管事会像扔掉一块破抹布一样，直接将这个鲜血淋漓、痛苦哀嚎的女孩推出工厂大门，扔到寒冷潮湿的上海街头。在当时的社会纪实记录中，这样的年轻生命往往在几天之内就会因为伤口严重感染、饥饿与寒冷，在租界那铺设着高档柏油、走过无数名流政客的马路边，无声无息地化作一具僵硬的尸体。而每天清晨，工部局的垃圾车会将这些尸体与街头的垃圾一起收敛，运往城外的荒冢掩埋。
这就是20世纪20年代上海最真实的、最核心的生态，一个极度畸形与撕裂的二元世界。一个14岁女孩在毒物车间里断指等死的街头，与几个街区外百乐门里买办资产阶层和青帮大佬的杯弓交错，共同构成了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的完整拼图。这两者之间绝非毫无关系的孤立现象，相反，它们是同一套政治、经济和黑金秩序在不同维度的具象体现。在这期视频里，我们将不带任何文学性的修饰，不预设任何道德的审判，完全基于当时的一级史料、工部局档案、海关贸易数据以及深度的经济史学术研究，层层剥离这个赛博魔都的华丽外衣，去深度解构那套用治外法权、买办资本、黑帮暴力以及血汗工厂共同维持的黑金地下秩序。我们将共同探讨一个极其尖锐且深刻的内核观点，那就是近代中国的城市繁华本质上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非地势现代化。这座都市的流光溢彩，其底层逻辑完全建立在对广大内陆农村和数百万底层劳工血汗的超额抽血之上。它不是整个国家走向现代文明的灯塔，而是一座国际资本和买办阶层的乐园，是一场建立在巨大废墟与无尽白骨之上的病态的局部繁荣。为了理解这一畸形生态为何能够合法且高效地运转数十年，我们首先必须查阅并解构当时上海独特的政治与地理权力结构，也就是租界制度与华洋分治的法律黑洞。1920年代的上海并不是一个处于中国中央政府有效行政与司法管辖下的普通城市。在这片土地上存在着三个截然不同、各自为政的行政主体，分别是处于西方列强绝对控制下的公共租界，由法国领事独裁统治的法租界，以及围绕在租界四周的华界，也就是由中国地方政府管辖的区域。公共租界的最高行政权力机构是工部局，其董事会成员长期由英、美、日等国的跨国银行家、大商人以及高级侨民通过财产纳税人选举产生，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占租界人口 95% 以上的中国居民，在工部局董事会中没有半点发言权和投票权。这也就意味着，工部局本质上不是一个为全体市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市政政府，而是一个跨国资本为了最大化保障自身商业利益而组建的董事会。而支撑这个董事会在中国领土上行使绝对统治权的，正是近代不平等条约体系的核心——治外法权。治外法权的字面含义看似是一种司法管辖权的划分，但在民国时期的上海租界，它被异化成了一个巨大的法律庇护伞和经济绞肉机。在公共租界设立了一个极为特殊的司法机构——会审公廨，后在1926年底改组为临时法院。根据上海会审公廨卷宗以及相关的中外法律史研究，在19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当一个中国工人和一个外国资本家或者租界势力发生法律纠纷时，会审公廨的审判席上必须坐着一名外国领事派出的陪审官。这名外国陪审官不仅拥有监督审判的权利，在实际操作中更是握有最终的裁决权。这就导致了一套在今天看来极其荒谬且残酷的法律逻辑，在租界内，资本的财产权和增值效率受到了极其严密、近乎神圣不可侵犯的现代法律保护。外资银行的本位金制度、跨国公司的商业合同、洋行的货物报关单，每一个字都代表着不容挑战的国际法秩序。然而，当涉及到中国劳工的基本人权、工作时长、最低薪资以及劳动安全时，租界的法律世界却陷入了一片彻底的死寂与虚无。如果我们翻阅1924年7月由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正式提交的同工委员会报告书，就会发现一段令人震惊的历史事实。当时，面对中外社会舆论对于上海工厂大量虐待、使用童工的谴责，工部局组织了一个调查委员会。根据该报告书的实地调查记录，在当时公共租界内的中外资纱厂，4厂中未满12岁甚至只有7、8岁的童工比例惊人。他们在没有夜班限制的法律环境下，每天必须在恶劣的车间里连续工作12到14个小时，而薪资仅为成年男工的1/10。面对如此惨绝人寰的调查结果，童工委员会在报告中尝试性地提出了一项温和的建议，在租界内逐步立法，
禁止使用未满10岁的童工，并将14岁以下童工的工作时间限制在每天不超过8小时。然而，这项极其卑微的、仅仅触及现代文明底线的立法建议，其最终的命运却揭示了租界政权的本质。当工部局试图召集纳税人大会对该条例进行表决时，代表着公共租界跨国资本核心利益的中外大资本家、洋行大班以及中方买办领袖采取了最直接的集体抵制手段。他们连续2次拒绝出席大会，导致纳税人大会因法定人数不足而连续流会，该限制童工的条例最终形同废纸，胎死腹中。为什么这些在西方本国满口人权、自由、文明的跨国资本家在上海会表现得如此贪婪与冷酷？因为从制度经济学的深层逻辑来看，国际资本之所以愿意跨越重洋，将数以亿计的资金投入到局势动荡的近代中国，投入到上海的租界，其根本目的绝不是为了向中国传播现代文明，而是为了寻找一个能够实现资本超额增值的利润洼地。而这个利润洼地的核心竞争力，恰恰就是中国劳动力的极度廉价、劳工权益的彻底归零，以及中国主权法律的完全瘫痪。治外法权在上海租界筑起了一道坚固的制度高墙，它把中国政府任何试图保护民族工商业、试图改善劳工待遇、试图征收累进税率的法令全部挡在租界之外。在这道墙内，跨国资本可以享受全世界最低的税率、最不受限制的营商自由，以及最安全、最残忍的剥削环境。这就是为什么上海的现代金融、现代工业能够在20世纪20年代实现高楼拔地而起、贸易额成倍增长的所谓经济奇迹。这种奇迹的本质绝不是什么先进生产力的自然演进，而是现代化的机器、现代化的管理制度与中世纪式的甚至奴隶制式的肉体剥削完美结合的产物。然而，如果仅仅依靠洋人巡捕房和高墙铁丝网，工部局和跨国资本是绝对无法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安稳地统治这片生活着200万饥饿、愤怒的中国华人的飞地的。这就引出了我们必须解构的第二个核心链条：上海租界繁华背后的黑金地下秩序，以及青帮流氓大亨作为非正式制度代理人的历史真相。在许多现代通俗历史作品中，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这3位青帮大亨往往被塑造为极具传奇色彩、道义有道，在华洋两界呼风唤雨的江湖枭雄。但在冷酷的社会学和经济史视角下，这种江湖传奇只是一层欺骗性的面纱。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青帮的本质不是一个简单的犯罪团伙，它是租界殖民当局和买办资本为了弥补正式制度不足而深度扶植的不可或缺的暴力与经济润滑剂。为了看清这一点，我们必须引入具体的数据和历史案件。1920年代的法租界工董局，其面临的财政与治安压力比公共租界更为严峻。法国人很快发现，仅凭其从本土派来的少数宪兵和安南巡捕，根本无法摸清并控制由数以10万计的黄包车夫、码头苦力、纱厂工人构成的庞大华人底层社会。一旦这个底层社会因为饥饿或民族主义情绪爆发大规模的动乱，法租界的统治将瞬间瓦解。于是，一场政治与黑金的魔鬼交易在暗中达成。黄金荣作为当时法租界巡捕房中唯一的华人督察长，其真实身份就是法租界当局在华洋之间建立的灰色暴力中介。黄金荣利用青帮源自漕运、根深蒂固的帮会网络，将上海街头的盗窃、抢劫、敲诈勒索等日常犯罪纳入了一套由他个人掌控的有秩序的灰色管理体系。在当时的法租界，一桩抢劫案发生后，受害者如果去向法国巡捕报案，往往石沉大海，但如果向黄金荣的门徒送上一笔茶水钱，被盗的财物在24小时内就会被完好的送回。这种奇特的治安现象，本质上是殖民当局将社会基层控制权向黑社会组织的一种出让，而这种出让在杜月笙和张啸林崛起后，进一步升级为一场席卷整个远东的由跨国黑金维持的经济循环。1925年左右，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在法租界当局的暗中庇护和默许下，正式成立了臭名昭著的3星公司。
这家公司的办公地点就设在法租界的核心区域，其表面上是一家普通的商业公司，但其实际的唯一业务是垄断整个长江流域乃至中国内地的鸦片运输、仓储、批发与分销。根据当时法租界警务档案的解密资料，以及后世历史学家对三星公司账目的研究，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三星公司每年经手的鸦片贸易总额高达数千万乃至上亿银元，其利润率达到了惊人的地步。那么，这笔庞大的鸦片黑金最终流向了哪里？它是否仅仅落入了这几位流氓大亨的私人腰包？答案显然没有那么简单。根据史料记载，法租界工董局每年会通过征收所谓的特捐、禁烟规费以及各类娱乐场所、赌博业、唱妓业的隐性执照税，从三星公司的鸦片生态链中抽取数额极其巨大的财政资金。这笔钱在有些年份甚至直接占到了法租界工董局全部实际财政收入的1/3以上。也就是说，霞飞路上那些让无数现代文人墨客流连忘返的法国梧桐，那些充满异国情调的法式建筑，那些整洁的街道和现代化的路灯，其建设和维持所需的资金，每一枚银元上都沾满了中国千家万户因吸食毒品而家破人亡的血泪，都来源于黑金秩序的直接抽水。这是一种典型的以毒养成、以黑制成的冷酷生态。不仅如此，青帮在租界经济结构中的另一个核心功能是对廉价劳动力的残酷组织与暴力镇压。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码头、黄包车行、建筑工地以及各大纺织厂，其底层的劳动力招募完全被青帮的各级工头、代工老板所垄断。一个普通的破产农民想要在上海谋得一份出卖体力的工作，必须首先拜在某个青帮师傅的门下，成为36股党或者各类帮会分支的底层成员。每一天，这些苦力赚取的微薄薪资都要被各级大大小小的工头层层剥皮，抽走 20% 甚至 50% 的份子钱。当工人们因为无法忍受极端的剥削，试图组织工会，发起罢工来争取提高1-2分钱的工资时，站在最前线进行血腥镇压的，往往不是租界的洋人巡捕，而是杜月笙、张啸林手下的青帮打手。他们手持铁棍、斧头甚至枪支，冲进工人的集会场所，将罢工的领头者直接打死或者秘密绑架，沉入黄浦江底。在1927年震惊中外的历史事件中，青帮的这种政治与暴力代持人角色达到了最高峰。杜月笙等人组织中华共进会，在蒋介石政权和租界当局的共同默许与支持下，对上海的工人武装和进步组织进行了惨绝人绝的大屠杀。在这场血腥的政治交易完成后，杜月笙不仅获得了南京国民政府颁发的中将参议、少将参议等显赫头衔，更是正式进入了上海工董局的董事会，成为了名正言顺的华人董事。流氓大亨洗白成了社会名流，黑帮暴力与国家机器、国际资本在上海租界这块飞地上实现了一场完美的、极其高雅的握手与合流。如果我们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上海能够汇聚如此庞大的资金，能够让青帮的鸦片生意，让外资的血汗工厂，让买办的股票交易所投机玩得如此巨大？这背后隐藏着一个更为深刻也更为宏大的宏观经济学模型，那就是近代中国极度畸形与撕裂的局部现代化，也就是飞地式现代化的超额抽血机制。为了彻底理解这一机制，我们必须将视线从上海这座孤岛扩大到当时拥有4亿人口、处于无尽战乱与灾难中的中国内陆农村。1920年代的中国整体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是北洋军阀混战最激烈、地方割据最严重的时期。从直奉战争到江浙战争，大大小小的军阀为了争夺地盘、扩充军队，在内陆的省份、县城和农村进行了毁灭性的、竭泽而渔式的搜刮。根据中国经济史学家的统计，在四川、湖南、河南等内陆省份，有些地方的田赋已经被地方军阀预征到了几十年之后，各种名目繁多、荒谬绝伦的厘金、特税多如牛毛。与此同时，由于传统的农业基础设施长期失修，1920年代的中国频繁爆发波及数省的特大旱灾与水灾，导致传统的小农经济大面积破产，
数以千万计的农民流离失所，沦为灾民。然而，正是在这种内陆大环境彻底崩溃，宛如人间地狱的背景下，上海租界却呈现出了一种令人匪夷所思的逆势繁荣。这绝不是因为上海的生产力发生了质的飞跃，而是因为在全中国陷入战乱与动荡时，拥有治外法权和外国军队保护的上海租界成了全中国唯一也是最大的资金与财富的安全岛。那些在内陆省份通过战争横征暴敛掠夺了巨额财富的军阀，那些压榨农民的土豪劣绅，那些通过战时走私发财的官僚买办，他们非常清楚，在动荡的内陆，他们的财富随时可能因为一次政权的更迭或一场战争的失败而化为乌有。于是，一个规律性的历史现象出现了：内陆打得越凶，破坏得越严重，从全国各地恐慌性逃往上海租界的黄金、白银和流动资本就越多。根据当时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以及外资汇丰银行、麦加利银行留下的金融统计数据，在1920年代，上海各大银行的白银库存量呈现出一种爆炸性的增长趋势，长期占据了全中国白银总流通量的一半以上。这种资金的极度集中，在当时的经济学界被称为上海游资过剩。那么，这些汇聚了全中国民脂民膏的庞大游资，在进入上海租界后，有没有转化为推动中国走向产业升级、走向全面现代化的资本动力呢？答案是完全没有。由于租界是一块与中国整体经济相隔绝的制度飞地，这些资金在流入租界后，极少会反哺到内陆的农业改良或基础设施建设中。相反，他们被困在租界这块狭小的空间里，走向了一场极度疯狂也极度病态的自我循环与投机游戏。这些过剩的资本一大部分流入了外滩的股票交易所、金银交易所和棉花交易所，变成了买办资产阶级和外国大班们每天敲击电报、炒作空头支票、玩弄金融杠杆的筹码。在历史的记录中，1921年的上海曾经爆发过一场荒谬的信交风潮，在短短几个月内，租界内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了100多家大大小小的交易所，成千上万的投机者盲目涌入，将各种虚无缥缈的期货、股票价格炒到了天上，最终泡沫破裂，无数人倾家荡产。而另一大部分资本则疯狂地涌入了租界的房地产市场。由于全中国的富商、政客都想在租界买一套房子来躲避战乱，导致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土地价格在20世纪20年代飙升到了与纽约、伦敦相差无几的畸形水平。沙逊家族、哈同家族等外国地产大亨正是利用这一时期内陆资金的恐慌性涌入，在外滩和南京路大兴土木，建造起了一栋栋穷奢极欲的摩天大楼和高档公寓。可以说，外滩那些高耸入云的银行大厦和奢华饭店，其每一块花岗岩的外墙，每一扇旋转的玻璃门，其底层最稳固的金融基础，实质上都是由中国内陆军阀的刺刀、地主的算盘以及无数破产农民的绝望眼泪共同铸就的。这种飞地式现代化对内陆的抽血，不仅体现在资金的掠夺上，更体现在对生产要素的极端榨取上。上海的跨国工厂和买办企业利用从内陆低价收购的棉花、蚕丝等原材料，以及由内陆破产逃难而来的近乎零成本的廉价劳动力，在租界的血汗车间里生产出大量的工业制品。随后，这些盖着洋商商标的工业品，在治外法权带来的免税或低税优惠下，再度倾销回中国脆弱的内陆市场。这种倾销凭借着极低的劳动力成本和不平等条约的特权，给予了中国内地原本就奄奄一息的传统手工业和民族幼稚产业以毁灭性的打击。它形成了一个极其恶毒的经济闭环，内陆越是被倾销，越是贫困，农村经济就越加速解体，农村经济越解体，就越有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和恐慌性资金逃往上海，而上海的资本家和黑金统治者就能获得更丰厚的利润，去装点外滩的流光溢彩，去在百乐门的爵士乐里挥金如土。为了让大家更加清晰地看到这套抽血机器的微观运作，我们必须遵循历史宪法 fact 与 explanation 分离的原则，引入一个当时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行业生态，那就是上海的黄包车业。
在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街头，黄包车是最主要的公共交通工具，数以万计的身材消瘦、皮肤黝黑的拉车苦力构成了这座城市流动的街景。在许多后世的文学作品中，这些车夫被描写成靠出卖体力养家糊口的自由劳动者。但如果我们查阅1926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关于车捐与车行管理的专项卷宗，就会发现一个冷酷的制度真相。在当时的公共租界，一个人想要在街头拉黄包车，并不是买一辆车就可以上路的。工部局为了控制总量并获取财政收入，对黄包车实行严格的执照配额管理，也就是车捐。由于执照数量是有限的，这些宝贵的配额很快就被少数具有洋行背景的外国资本家和青帮背景的大车行老板所垄断。一个从苏北逃难到上海的破产农民，根本不可能有资金和关系去向工部局申请执照，他们唯一的生存路径就是向这些大车行租车。车行老板将一辆黄包车分成白班和夜班，以极其高昂的份子钱租给这些苦力。车夫每天早晨拉车上街，必须先跑够前5个小时，赚来的每一枚铜板都要1分不少的交给车行，用来冲抵当天的租金和交给巡捕房的各种规费。只有在跑满5个小时甚至8个小时，把老板的利润和制度的成本全部挣出来之后，接下来的每一趟车赚到的微薄铜板才真正属于他自己，才能用来购买几个维持生命所需的冷面饼。在这样一套由工部局制定游戏规则、大资本家垄断配额、青帮工头负责街头暴力管理的体制下，黄包车夫实际上成了一台台活生生的由血肉构成的发动机。他们每天在上海坚硬的柏油马路上奔跑几十公里，消耗着自己的膝关节、肺部和生命。根据当时上海仁济医院的门诊历史病例记录，在1920年代，30岁以上的黄包车夫中，患有严重肺结核、关节畸形以及心脏劳损的比例高达 80% 以上。他们的平均职业寿命只有短短的5到8年，一旦身体垮了，拉不动了，车行老板会毫不留情地收回车辆，将他们踢向毁灭的边缘。这就是赛博魔都的交通真相。那些身着西装革履的银行家，打扮时髦的名媛，坐在黄包车上谈笑风生，奔赴一场场豪华宴会时，在他们前方弓着腰、赤着脚，在寒风或酷暑中剧烈喘息，甚至咳出血来的背影，才是撑起这座城市运转的最真实的底层燃料。如果我们用更多元、更具竞争性的历史解释路径来审视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我们必须承认，在当时的国际大背景下，学界对于上海租界的性质和繁荣存在着不同的阐释模型。一种经典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解释认为，上海的繁华是西方先进的制度、资本主义产权保护、自由贸易以及现代金融工具在中国土壤上的一次成功嫁接。这种观点强调，如果没有工部局引入的西方法治，没有外资银行建立的现代信用体系，没有近代海关的科学管理，上海就不可能从一个普通的江南县城迅速跃升为能与伦敦、纽约对话的国际航运与金融中心。在某种程度上，这种解释看到了技术和制度形式上的先进性，它无法否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1920年代的上海确实集中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发电厂、最现代化的自来水系统、最快捷的电报网络以及最高效的港口设施。然而，这种解释的致命缺陷在于，它刻意剥离了这套制度赖以生存的政治前提，那就是殖民掠夺与不平等条约。他只看到了产权保护的高效，却选择性的失明了这套产权保护在面对中国劳工肉体时表现出的极端野蛮。他只看到了自由贸易的繁荣，却隐瞒了这种自由贸易建立在中国主权破产、内陆经济被超额抽血的痛苦之上。另一种更为深刻的批判性解释，也就是我们今天所核心剖析的非地现代化与半殖民地黑金统治模型，则指出上海的繁华与内陆的崩溃、租界的高楼与工人的断指，绝不是现代文明演进过程中的某种暂时的阵痛或副产品，它们本质上是互为因果、同生共死的共生关系。上海租界之所以能够维持那样一个高高在上的现代文明立面，恰恰是因为它通过治外法权，将现代化所必须付出的高昂成本、环境污染、
阶级矛盾以及暴力压迫全部转嫁、隔离，并宣泄在了租界外的华界以及广袤的中国内陆农村。它不是一个能带动整体国家升级的发动机，而是一个巨大的单向度的财富抽水机。这就让我们必须回到历史人物的复杂性与决策约束中去。在这样一套冷酷的黑金生态里，难道在当时就没有任何力量试图去改变、去改良这一切吗？历史的答案是有，但也遭遇了无法逾越的时代局限。在20世纪20年代，上海的民族资产阶级，比如以余洽清为代表的上海总商会华商领袖，他们长期处在一种极其矛盾、极度撕裂的夹缝之中。一方面，作为中国人，他们深受外国大资本和租界当局的排挤与歧视，在公共租界的纳税人大会上没有平等的权利，在治外法权的压迫下，经常在与洋行的商业竞争中吃亏。因此，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倾向。在1925年的五卅运动中，上海总商会曾经顶住巨大压力，发起了震撼世界的华商大罢市，走上街头抗议英国巡捕屠杀中国学生的暴行，并慷慨解囊资助罢工工人。在这一刻，他们展现出了近代中国商人的骨气与民族大义。然而，当我们翻开历史档案的另一页，就会看到他们面临的另一重决策约束。作为大资本家、大工厂主，他们的利益又与租界维持的资本秩序与廉价劳动力的榨取机制深度绑定在一起。当五卅运动的罢工浪潮越演越烈，工人们在共产主义和进步思想的感召下，开始组织真正的工会，开始提出不仅要反抗帝国主义，更要提高工资、限制工时、改善车间非人道环境的要求时，这些民族资产阶级领袖内心深处的阶级恐慌便压倒了他们的民族热情。他们很快发现，如果租界彻底乱了，如果工人的力量彻底觉醒了，他们自己的工厂也将无法运转，他们存在外滩银行里的资金也将面临巨大的风险。于是，在运动的后期，上海总商会开始暗中与工部局接触，开始克扣给罢工工人的救济金，并最终选择与蒋介石的右派势力以及杜月笙的青帮暴力合流，共同出资出人去亲手绞杀那些不久前还在街头上和他们并肩高呼口号的劳工阶级。这一历史的选择，不是因为余洽清等个人在道德上有多么卑劣，而是因为在近代中国那个特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制度环境里，民族资产阶级构成了这套畸形现代化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勇气去彻底砸碎这个用黑金、暴力和殖民特权构建的魔都生态，因为他们自己的根就深深地扎在这片带有剧毒的土壤之中。他们所追求的从来不是全中国劳苦大众的彻底解放与全面现代化，而只是希望在这场飞地式的分赃游戏中，能够为华商资本争取到一个稍微体面一点、分账比例稍微高一点的买办席位。当我们把所有的这些历史碎片、数据档案以及复杂的利益博弈锁链重新拼接在一起时，1920年代上海租界的真实面孔便彻底褪去了所有浪漫主义的滤镜，显露出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冷酷与畸形。那是一座在时代的夹缝和主权的血泊中长出的高度发达的赛博朋克都市。它的上层是极致的现代、极致的奢华与极致的全球化，外滩的银行家们动辄操控着数千万银元的资金流向，百乐门的舞池里旋转着国际最新的时尚与风潮，青帮大亨们用最优雅的西装包裹着最血腥的暴力，在工董局的会议室里与西方外交官共享着鸦片贸易带来的黑金饕餮。而它的底层则是最彻底的野蛮、最极致的压榨与最无助的绝望。那是14岁包身工女孩断指后在街头等死的惨剧，是黄包车夫在柏油马路上用生命换取每米稀粥的挣扎，是数十万破产农民在没有自来水和排污系统的滚地龙棚户区里迎接着霍乱与天花的宣判。这两种截然相反的命运，在这块被称为租界的飞地上，每天都在以一种近乎荒诞的平静同时上演。高楼的阴影直接投射在棚户区的芦席上，爵士乐的鼓点与工厂车间的机器轰鸣声在苏州河畔交织共享。这套生态能够高效运转的全部秘密，就在于它剥夺了中国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所有自我保护功能，
他把法律变成了保护资本剥削的绞肉机，把黑帮变成了管理底层肉体的代理人，把广袤的内陆农村变成了源源不断提供鲜血和资金的干尸。历史的发展最终以一种极其惨烈且决绝的方式，证明了这种非地式现代化的虚无与短命。一个国家的城市繁华，如果不是建立在自身主权的独立之上，如果不是建立在对最广大底层人民基本人权的保护之上，如果不是建立在工业对农业、城市对内陆的良性反哺之上，那么这种繁华就注定只能是一场沙滩上的海市蜃楼，只能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社会在走向毁灭前夕所呈现出的最病态的、带有剧毒的末世回光返照。当我们在100年后的今天重新审视这段历史时，我们宁可失去一个关于夜上海、关于传奇大亨的精彩浪漫的故事，也必须死死地盯住那些留在工部局档案里、留在寒冷街头上的真实事实。因为只有看清了那个赛博魔都最冰冷、最残酷的黑金底层逻辑，我们才能真正理解近代中国为了砸碎这具制度的绞肉机，为了让每一个14岁的女孩不再因为断指而被扔向街头等死，为了实现一场真正属于全体中国人民的堂堂正正的全面现代化，究竟付出了怎样超越想象的改天换地的伟大代价。